现在就不明白，什么时候解放军的规定改了？不是干部下命令，是列兵下命令。现在已经没有干部和列兵制度，这里没有干部了是吧？要说军衔，我们两个是中尉，这还有一个少尉，我们三个都同意这个列兵的建议。既然这样，我自己去，我就不信我干不了他。眼前的班长仗着自己老兵的身份，根本没把新兵的话放在心上。对于王彦兵的提醒，他更是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。对抗才刚刚开始，何晨光已经干净利落地解决了8名对手，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的可怕。可这个老兵却偏偏不信邪，非要自己开车闯进厂区和逼哥正面硬刚。看着他开车离去，王彦兵知道这只是无辜的送人头行径。愤怒的老兵一脚油门将车开进厂房，下车之后他端着枪胡乱扫射，嘴里还吼个不停。那架势与其说是进攻，不如说是在给自己壮胆。何晨光趴在暗处看着他，一时搞不清楚状况，还以为他是个诱饵，可是观察了一阵后才发现并不是。来呀，跟我真枪实弹的干，出来！随后何晨光直接呼叫二牛动手，二牛也不含糊，果断扣动扳机，子弹正中目标。baby， 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老部队！把他送走。是，就见不得这种软蛋。解决完这名猎人后，工厂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深夜，何晨光断定今天夜里猎人不会发起进攻。你咋知道的？如果我是他，我会在我 hold 不住的时候进攻，那就是明天早。为了保持戒备状态，两人商量轮流休息。等二牛睡去后，何晨光从兜里掏出了自己的防困神器大蒜，嚼了一口，浓烈的辛辣味直冲脑门。何晨光猜的没错，厂房外面的几人正在商量对策。据我推断，何晨光现在一定非常精神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在外。可是我就不相信他就是个超人，他也有不精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趁他不精神的时候打进去。对于王彦兵的提议，剩下的几人也表示赞同。经过白天的冲突后，飞行员和王彦兵反而融洽了不少，两人不再互相呛声，商量起战术来甚至有了几分默契。王彦兵也主动关心起了飞行员。首长，你今天也开了一天飞机了，累得够呛，要不然你先休息。而这一幕也乐坏了一旁的卫生员。猎人和猎物双方人马全部神经紧绷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就这样一夜相安无事，天刚蒙蒙亮，何晨光也嚼了整碗的大蒜，眼皮沉得像灌了铅。另一边，二牛也揉着眼睛醒了过来。红衣，有没有什么情况？完毕。何晨光知道夜里的安全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。就在这时，一辆作战车突然开进了厂区，并且不停地向外扔出烟雾弹，浓密的烟雾迅速弥漫开来。何晨光也猜到了王彦兵的计划，连忙提醒二牛：注意车上人数变好，完毕。果然，在一片混乱中，王彦兵借着烟雾的掩护，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厂房深处。红衣，车上少了一个人，完毕。那肯定是王彦兵，他进来了，小心点，不要暴露目标。何晨光知道，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开始。